这种落地不是那种补贴一停现出原形的伪需求。好，各位晚上好，我是董买买，马年先给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马上有钱。这期视频呢，就聊点新年感悟，关于 AI 的。如果呢，在2年之前有人告诉我 AI 会接管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可能会觉得他在兜售某种廉价的科幻焦虑。但是站在2026年的今天，当我回头审视我过去这几个月，尤其是过年这1-2周的生活轨迹的时候，我不得不承认，那个起点可能已经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时候悄然的跨过了。那先说第一件事儿，春节在家呢，我突发奇想，想做一个换电站的监控。未来呢，一直都是在官方提供有换电地图的。春节期间呢，他们刚刚突破了1亿次换电。是的，那个从出生起就不太被人看好的换电，甚至美国特斯拉尝试过已经烂尾了的换电，在未来这儿被成功的运营起来了，甚至已经成为了这个地球电动车的最佳补能实践方案的换电，已经突破了1亿次了。作为未来车主，我知道换电很强，次数很多，未来也做了一个官方页面，实时的更新换电次数。但是这个页面呢，没有办法来提供历史数据，对于我这种爱观察、爱预测、想分析的人来说，信息呢是不够全面的。我决定做一个更加丰富的数据报表来给我自己看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完全不同啊！我接入了某款大模型之后，在对话框里敲下的是一行自然语言 Web Coding， 对吧？我想做一个未来换电站的监控面板，后端用 Python， 前端用 React， 要有符合现代交互的仪表盘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，基本上就只剩下等待一件事了。AI 呢，并没有扔给我一堆零散的代码片段，让我自己去拼凑。它直接生成了整个项目的需求列表，生成了整个项目的文档结构，各种 PY、各种 JS 文件都井井有条的规划好了。这里的计算逻辑不对，那里的圆角曲率不正确，我像在对一个高级同事下指令。虽然呢，这仍然需要一些过去写代码的经验，完全零针起手，我觉得可能还不太够。AI 剥离了编程中那种繁琐、重复、消耗精力的体力活，让我直接从构思到变成了直接去实现。在尝到了甜头之后，其实我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痛点——信息获取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平时会关注一些硬核科技，特别是自动驾驶以及航空航天吧。我又让 AI 去写了一个全球火箭的发射计划，这样我就知道那些要公开的发射计划的时间表了。有些公司，比如 SpaceX， 它会直播它的发射，这样显示一个发射列表，并且北京时间，并且主动去提示我，我就不再会错过了。如果说上面这些事情只在电脑的屏幕里面发生，那对于不想写代码的朋友们来说，其实你们也不用焦虑。事实上 AI 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很多。假如大家是电动汽车车主，其实 AI 真正接管物理世界的第一个前哨站就是辅助驾驶，或者你说智能驾驶吧，在咱们目前上还不能称为自动驾驶，对吧？在这个领域呢，其实我亲眼见证了未来如何利用 AI 上演了一段绝地反击般的王者归来啊！你把时钟拨回到2年前，未来虽然的服务和硬件一直都是顶级的，那个时候的未来智驾本质上还是一种规则的堆砌。工程师们写下无数个 if else， 如果前面有车，如果距离小于20米就减速啊，如果红灯亮的话就停车。但是现实情况中是无限复杂的，你永远写不完所有的规则，你永远没法靠堆人的方式让自己的体验达到尽善尽美。直到 NWM 1.0 未来世界模型上线，直到春节之前 NWM 2.0 未来世界模型2代的横空出世，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 OTA 升级啊，它更像是一次物理的进化。它用了闭环强化学习的方式，直接提升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性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NWM 在城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啊，而且因为我这台车是 ET9， 它是标配了线控转向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城市之间辗转腾挪的时候，整个方向盘的动作，这个可能是大多数车型所不具备的。那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中呢，是一个非常窄的单车道的巷子，然后对向也有来车，右边呢还会有一些 VRU， 还会有一些行人。这段视频呢是一刀未剪，我们来看看表现啊。首先呢是一个小绕行，绕开了边上停着的货拉拉，然后跟对向车又进行了一次交互。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村镇上，对，你看这个路还是很窄的，路边还是有相当多违章停车，你看这人开车门了，
我们的方向盘向左让了一下，给边上的 VRU 也腾出了空间。你看这里我都紧张了，但方向盘进行了比较大角度的转让腾挪，还是可以的啊。你看我还给他点了个赞，我觉得这表现不错。现在是个十字路口，也是没有红绿灯的。你看我在谨慎的观察，车也用比较稳妥的速度通过了。好，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这里依然还是有很多非机动车骑在了路中间，然后我们的速度也上不去。但同样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对小空间里的转移。好，这里出现了一台车，减速让它过去，向右给点空间。好，接着直接走。然后前面呢即将就是一个红绿灯，这里呢车一定要停在相对靠左的位置。如果你停在右边的话，那你就把别人非机动车道的路堵死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停的是没问题的。然后等待红绿灯的这个过程，我们就直接就加速了。好，现在绿灯了，前车起步，我们也跟着起步，这里都一切正常。然而我们是直行，我们有路权，但这里有个车突然想加我们的转弯，你看他加过来了，我们又开始方向避让他。好，我们向右打了一个大角度的方向，直接让过去。我们坚守住了自己的路权，同时也保证了安全。在最近的一次斑样 3.30 的升级体验中，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这种进化可谓巨大啊！这个版本通过更新解决了以前经过拥堵的博弈路段，车子会频繁的点刹、晃方向，像新手一样犹豫不决。现在它会极其丝滑的预判旁车的意图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果断完成一个变道动作，干脆利索，甚至带有了人类司机那种特有的博弈感。好，又是一段一刀不剪的视频啊！这一次呢，我们是没有路权的，我们要从辅路合流，我们打了左灯，开始往里头靠，没有靠进去的话，这时候我们再堵着不好，然后我们选择向右转方向，继续往前走一点，继续去试探。你可以看到给我们留的空间并不多，然后这时候有台车它速度慢了一点，没有加注。好，前车突然加速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档，这个时候你看向左打一点方向。果断的用了这样的空间进去，同时也遵守了上海交叉合流的要求。这就是强化学习的恐怖之处。未来庞大的车队每天在路上跑，产生的海量的优质的驾驶数据 ，NWM 2.0 就像在云端的仿真世界里，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数以亿次的模拟考试。它在虚拟世界里撞了无数的车，犯了无数次错，然后学会了完美的处理每一个 corner case。这种数据飞轮未来迅速抹平了与领跑者的差距，甚至在认知驱动的智驾路线上重新回到了第一阵营。而像 ET9 这样车机版本为 C 大的车型，它是未来最新一代的硬件体系，它使用的是自研的 NX9031神机芯片。未来在新势力里面，自研芯片是最早做出来、最早上车的，市面上没有什么人相信。刚出来的时候，甚至大家觉得这玩意是骗局。但是去年3月份，未来就把 NX9031在 ET9 上率先跑起来了。后来的新款的5566以及今年的王炸产品蔚来 ES8都更新了 NWM。这个春节大版本更新和英伟达的 Orin 平台几乎在同时间推送，春节也让大家用上了。甚至他们在春节之前 C 大版本的 NWM 还火速的又给了一个bug fix 版本 1.4.1， OTA 效率上也上来了。这令人陌生的就不像蔚来啊，这一系列提升其实是综合的。这个你说它是不是 AI 在物理世界的实际应用？当然了，不管是城区的路段还是高速路段的表现 ，NWM 2.0的表现都很棒。有一些品牌它已经推无图在高速公路上很久了，我们会发现他们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很多点刹，带来一些安全隐患。但是你去用 NW 2.0在高速公路上，你会发现它的整个 MPI 接管率，在我这来看，应该是已经突破了1000公里了。那个痛点的东西，似乎在经过了某一个时间点之后，变得不那么痛，甚至发生了一些突变。哎，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AI， 你可以理解为未来在 AI 上的突破吧。除了辅助驾驶的硬件很强，车本身的硬件也很好。在漆黑没有照明的道路，我就是可以相信 ADB 大灯会主动点亮。道路上异常摆放的自行车，我的投影大灯就是会给我单独的标注。未来车主们其实已经习惯了这些先进的能力啊，这背后就是 AI 带来的结果。
这种落地不是那种补贴一停现出原形的伪需求，而是你有着技术，到今天就会比别人更安全的见证。那车机系统也是一样，未来可能是最早用大语言模型来处理车机交互的车企。自家的 Nomi 这个圆圆的脑袋，可能是车企中最为知名的 IP 了吧？其背后是语音控制，也是大语言模型啊，也是 AI 啊。它配合座舱的摄像头交互 ，Nomi 不仅能做到准确识别人上车问好，还在春节期间做了一个抓马游戏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既然是一种献祭，没错，这个基语音控制，Nomi 脱下吧。如果说 AD 和换电站的统计次数还属于工具的范畴，那么 AI 语音的介入则开始触及到自我的边界了。经常做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，录音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。你的状态不好，你的嗓子哑了，环境有噪音，口误重录了，以往都是一些麻烦事儿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既然文字是可以生成的，图像是可以生成的，为什么声音不能生成？我开始尝试用最新的 AI 变声和语音克隆的技术。最初呢，我只想克隆我自己的声音，用来修正语音中的口误，只需要输入文字 ，AI 就能用我的音色读出来，甚至连呼吸的停顿、句尾的颤音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我用了某个公司提供的声音克隆方案，用他们提供的 API 做了个接入的网站。是的，这个接入的网站也是我拿 AI 写的，你看高级好看吧？虽然就是一个 API 接入，以往我们要做的时候，可能就随便写一个草率一点的、简单能用的表格就行了。现在有 AI 搞得好看一点，自己也舒服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其实是 AI 合成的，没有配音演员，这就是算力震动的回响。这种体验很奇妙，甚至有点让人迷失。声音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最独特的指纹之一，现在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变换的皮肤。当我坐在蔚来 ET9的驾驶座上，看着 NWM 2.0接管方向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个正在飞速进化的智能体已经达到了超神。这种感觉其实挺矛盾的。一方面呢，我感到害怕，因为我知道它是在云端训练的每一个模型，它是不睡觉的，它每一秒钟都在学习，它每一秒钟都在变得更强。它今天能帮我写代码，明天就能帮我写更好的代码。它今天能帮我开车，明天它就有可能比人类的赛车手更快。当然，韩寒老师可能不那么认为啊。人类引以为傲的经验、直觉、技巧，在海量的算力和数据面前，似乎变得不再那么不可替代。我们创造了一个比我们进化的快得多的物种，但是呢，在另一方面，我又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幸运，因为我就身处在这个时代，我没有被它抛弃，反而呢，我在被它赋能。是因为有了它，我才能在1小时内做完1天、2天，甚至1周都完成不了的工作。因为有了它，我才可能毫无障碍地理解全世界最顶尖的大脑在想什么。因为有了它，我的车才能变成一个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，而不是像一堆越开越旧的废铁。AI 不是来替代我的，它是来外挂我的。我看到的不只是智能驾驶的胜利，而是人类意志的延伸。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，如果你不是程序员，我能提的一点建议是，买点 AI 公司的股票吧。我能提出的一点建议是，买一台硬件提前预买，足够豪华的车，等它实现自动驾驶吧。这一点，未来的车主们可能深有体会啊。他们在2021年买的 ET7，因为算力的绝对强、绝对预买，到了2026年，最新的模型依然可以在2021年的车上跑起来。这一点就是蔚来这家公司很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聊了2026年开年，我觉得 AI 正式在落地。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那个比你进化的更快的东西，我觉得跳上去，让它带着你，跟着你一起进化就好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中订阅懂买买，买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